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呢，又是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系列啦，就是用一个预算价钱为大家选新车的节目了啦。你有这个系列咩？刚刚有了。OK， 今天的这个新车预算啊，大概是一个80千左右，就是马币8万块。然后马币8万块呢，我觉得 Toyota Vios E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有很先进的一些安全配备，然后它在驾驶体验还有乘坐体验也是 B segment 这个集聚中的佼佼者啊。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让大家更加深入了解我身后这一辆 Toyota Vios 中配版 E-Spec。OK， 如果是看到 Toyota 呢，就一定会想到一个我的常驻嘉宾啦，没有错。今天我的常驻嘉宾又是小茉莉啦，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小茉莉。OK， 身后的这一辆呢，就是最新的，目前马来西亚买得到最新款的 Toyota Vios， 然后它是加第3代的 Vios， 而且是那个 4AT 版本的。那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最新款的 Vios 啊，跟小茉莉的 Vios 呢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啦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辆 Vios 的 Exterior。这一个 E-Spec 的价钱跟上一次我2015年买第3代 Vios J 的时候，其实价钱相差不远。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买 J 就已经是70多钱了，然后可是空的，什么都没有。然后现在这一款小改款 Vios E 的话，价钱是80出钱左右。可是灯来讲的话，已经是有这个 LED 大灯，然后有 Daytime LED， 这是防撞系统。是有这一个雷达的，它是把它藏在 logo 里面，所以这种藏在 logo 里面的雷达啦 ，finishing 就比较好看啦，就不会觉得很突兀，有一个雷达突然出现在 bumper 还是哪里。当然，它的车大镜上面呢，还有一个侦测前方的镜头啊，它是搭配跟这个雷达呢一起在工作的，所以它的这个准确度还有安全性啊会更加的高。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雷达旁边呢有另外一颗镜头，这个是一个行车记录器，是 built-in 的，所以如果你买 Vios E 的话呢，原本就已经有行车记录器了，你就不需要去外面走 wiring 啊，重新安装别的行车记录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辆 Toyota Vios E 的侧面啊，虽然它不是 full spec， 但是它还是给你一个16寸的 Sport Rim。这个 Sport Rim 呢，它是一个双色调啦 dual tone 的 design。然后 side mirror 方面呢，下面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小镜头，就是那个360度全景环绕的镜头啊。有了这个镜头呢，你再做一些 ghost stand 啊、reverse parking 啊，一些比较狭小的 parking的话，就非常容易阿嘎你的位置。我觉得对很多刚刚驾车的初学者来讲啊，这个360的 feature 呢，真的是 very 的 good job。最新小改款的 Vios E 后面也是具有这个 LED 的尾灯。从那时 Vios E 推出这个小改款之后，不需要买到 Vios G 就已经是有送一整 set 的这个 body kit， 然后连 spoiler 都是一起包括在里面。就是 Vios E 已经是有这一 set body kit 和 spoiler 了。然后这个Toyota还是比较贴心啊，因为 Vios E 来讲，它是里面就已经是有这一个 boot tray， 就不需要再另外加钱。然后还有这个很贴心的Toyota是已经有给你这个 emergency 打压棒。然后还有一个更贴心的，就是它这一个 spare 打压是跟外面的那个另外4粒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一共是有5粒的 Sport Rim， 然后一样是16寸。OK， 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辆 Vios E-Spec 它的 interior 还有它的驾驶感是什么样的感觉啦。Let's go。OK，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这辆 Vios 的 interior 里面了啦。我其实对这个 Vios E 啊是感到很 surprise 的。你懂什么吗？刚刚我要上车的时候，不是开车门哦，看到那个车门的旁边啊，有那个 Vios 会发光的 logo，这个是一个 E-Spec 罢了，有 surprise 到我哎，它是原装，它是原装。如果是讲买 Vios 的朋友买到的是 E-Spec 啦，就已经有具备这个功能了。你开门就有一个发光的 Vios，而且踏板这边有这个蓝色的灯，我也是觉得很帅。它的这个中控仪表板、冷气的这个操控界面啊，也是全部蓝色的这种背光。这个冷气呢是用这种电子显示的这一种方式啊，已经不是那种 old school 用转的了。E-Spec 就已经是这样子了的，这个是有加分到的。中间这边呢又有一个 double din 的 display， 这个 double din display 啊，你不要看它的尺寸好像不是很大，可是它是功能很齐全的。它是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的 system， 用 Apple 啊还是 Android 手机的话，可以直接 link 啊，你直接 connect link 就可以了。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如果是现在的车机啊，没有 Android Auto， 没有 Apple CarPlay，
就比较属于上一个世代的产物啦。所以我觉得现在新车至少都要有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这个太重要了。而且刚刚我们有提到那个360度啊，对，360，它是分屏的，左右边，一个是给你看后面的reverse 的情况，还有一个是好像鸟览图这样，从上面看你整台车，很好的一个 features 啊。然后在 interior 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dashboard 的 design 是属于比较整齐的啦，它是全部 plastic 啦，但是它有一个 fake stitching， 就是让你感觉它有一个皮革包覆的那种视觉效果啊。这一款车的 meter 的 design 呢，左边是一个 RPM， 中间是时速表，在右边呢是一个全彩的彩色屏幕。这个彩色屏幕里面有很多资讯栏啊，好像你的油耗表现啊，你的这个行驶里程啊，还有你的这个车油啊，户外面的这个温度啊，全部都会显示在这边。真的是一个很多功能的 LCD 彩屏啊，所以你买 E-Spec 啊，这个 meter 就已经是跟 G-Spec 一样的设计了。所以其实在 interior 方面，它跟 G-Spec 差别比较大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皮革的椅子。但是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不喜欢皮椅，很多人不喜欢皮椅，因为白天的话是肯定比较热，而且皮你也要比较照顾。对，皮的话，好像我的车旁边这种时常摩擦到的地方就会裂掉。所以这个就是皮革的椅子跟布料椅子的差别啦。然后这一辆 Vios 虽然它是 E-Spec， 可是它也具备了6个 airbag。7个。7个啊？7个，还有一个是保护你的那一个脚的。所以它的 airbag 是 driver side、passenger side，然后旁边有椅子有，还有就是第7个就是 driver side 的前面。对，保护我们这一个脚这一边的。就是在发生意外碰撞的时候，我们的膝盖那一边还有多一个 airbag， 多一层的保护。所以 Vios E-Spec 啊是有7个 airbag。再来一点就是很多人买车最头痛的就是新车要去哪里粘钉灯。可是这个 Vios E 呢，原本来就已经有钉灯了的啦，而且它还是7年保价。如果是有破啊、有裂啊，还是变色的话，都是可以回去我们的 service center claim 的。OK， 现在来到这辆 Toyota Vios E-Spec 的试驾环节，我们要体验一下这辆 Vios 驾起来感觉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一辆 Vios 它是一个1500cc NA CVT 的这个动力总成啊。我记得之前我有驾过 Vios 啊、Yaris 啊，我对 Vios 跟 Yaris 的这个油门还有压箱反应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你自己驾第3代的 Vios 吗？这样你有坐过你自己车的 passenger side 吗？有啊。感觉有不一样吗？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一个会比较宽敞，而且椅子会比较舒服。所以这个 Vios 在隔代进化的时候啊，它也是有把这种乘坐的舒适度做到提升啊。我是觉得它的这个发泡棉椅子坐起来的这个感觉，因为它是 fabric 的嘛，布料的，所以比较 soft，比较舒适、比较柔软的设定啊。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子驾这条路啊，虽然没有驾很快啦，可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它的隔音啊、轮胎的一些噪音啊、风切声啊，它的 NVH 啊都做到很不错。你看过这个黄线，没有太大的感觉。对，就很舒适的那种感觉，它不会有很激烈的震动啊。所以它的这个 suspension 的调教啊，我觉得是偏向于舒适比较多。然后它还搭载了很多很贴心的东西，好像那个 RCTA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如果你在 Ghostan 啊 reverse 的时候有车经过还是有摩托经过啊，它会 warning 你。OK， 然后这辆车呢，它还有盲点侦测，旁边有一辆摩托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blind spot 啊，看不到它。盲点。对，有一个盲点。这辆车呢，就会在 side mirror 那边亮出一个小灯，就是提醒你在你的盲点区啊，有一辆车或者有一个摩托这样子的。除此之外呢，这辆车因为它具备这个 TSS 嘛，刚刚我们讲到了，前面有雷达啦，大镜上面有这个侦测的镜头，所以它会有那个 Lane Departure Alert。我们来试一下这辆车的这个 Lane Departure 是怎样的？OK， 就是如果你没有打 signal， 你想要 cross 去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它detect到那个线，它就会响。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啊。但是如果你有打 signal， 好像现在这样子，它就不会再响了啦。当然这个 TSS 啊，它还具备了前方侦测的功能，所以如果你驾车不小心，可能你打瞌睡啊，还是你没有注意到的话，或者你在聊天，
前面的车突然 emergency brake 的话，你的这一辆车是会做出反应的。所以这种主动介入的安全配备啊，对我来讲啊，已经是一个必须的东西了。就是以后如果我买新车的话，我一定会首选考虑有这一种系统的新车啦。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担心你的车不见掉还是什么的话，Toyota有一个 VDS。对，假如有一天你老公不见掉，你找不到他，然后你就可以用你的那个手机，然后打开来看一下你的这个车的位置，你老公把这辆车驾去哪里载女人了。OK， 现在我们出到这一条 highway， 我要从 normal mode 在行驶过程中转去 sport mode。OK， 现在是一个 normal， 我要启动 sport mode 了。OK， 它的这个 sport mode 呢，其实就是让它延迟换挡。就是虽然它是一个 CVT 啊，但是它也是可以模拟那个档位，让它的这辆车呢在行驶的时候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 RPM， 这样它这辆车的那个扭力啊，就会比较充足一点，动力会比较好啦。油门反应啊，你在点放油门的时候比较轻巧，对，差很远，有很明显的差别。for 日常使用啊，这样子的动力表现啊，绝对是足够的。会买这辆车的人呢，一定是以家庭为主啦。它的后厢真的超大的，虽然那个后厢我们看它很大很大，感觉上它就会牺牲掉 Spare Tire 的 size 嘛，可是又没有，它的 Spare Tire 还是 full size 的轮胎，就是跟现在车上装住的4颗 Sport Rim 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讲到这个 Spare Tire， 我就有一个故事啊，以前呢。有一次啊，我驾我自己的车啊，就遇到了爆胎。爆胎了过后呢，我就要换那个 spare tire 嘛。结果那个 spare tire 啊，是那种小个，那种 space saver tire， 然后爆的又是前面的轮胎。那种 space saver 的tire其实是不太适合装在前轮。所以要怎样呢？就要把前轮的那个原本爆掉的拆掉，然后后面换去前面，然后再把那个 space saver 小tire装去后面。整个就是超累，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个体验啊，非常的糟糕啊。所以如果是一不小心遇到爆胎情况的话，可以直接就拿那个 Sport Rim 的 spare tire 来安装，这个是非常的好的。如果不是那一种真的需要换轮胎的情况啊，只是要打风罢了的话，它又有给那个 emergency 的tire bomb。对，这一点呢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啊。这些都不需要加钱哦，不用，就是你买这个 E-Spec 的 Vios 就会有了，对吧？对。这一点真的是 very 的 good job。乘坐体验方面呢，前座一定都是比较舒服的啦。这个 Vios 的后座体验其实是蛮好的，而且呢，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后座有 armrest。这辆车不止前座有一个 armrest， 后座它也有一个 armrest， 中间还有2个置备架，可以给你放东西。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 Vios 后座没有冷气出风口啦，但是它的这个 armrest 的下方呢，就会有2个 USB 插槽。给后座的乘客插手机啦，所以我们一家人呢，出门玩的时候呢，小孩子坐后面玩 iPad 啊，玩手机，他们的手机 iPad 没有电，就可以用那一边的插头插电，不会吵架。谁跟你是一家人呢？OK， 在影片结束前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啦。这个系列的开端啊，就来一个80千，我觉得在这个8万块的这个价位啦 ，Vios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现在 Vios 有什么促销啊？Vios 现在都是有3000块的 cashback 跟送价值2500块的 body kit。所以现在买 Vios 的话 ，E-Spec 呢就会包括全车的这个 body kit。前面的很好看的 bumper 啊，skirting 啊，后面的这个 spoiler 啊，全部都会包含在内。这个 LED 的车灯呢，不单只是 LED 罢了，它还有一个功能呢，叫做 Follow Me Home 功能。这个 Follow Me Home 呢，就是让你到了你的 car park， 把车停好，熄火了过后，你high beam 一下，车灯就会打开30秒，在30秒的时间，你就可以快跑去 lift 那边去。30秒用走了就可以了。30秒。然后现在啊，买车又遇到有这个 SST 优惠期啊，暂时是到今年的12月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如果是刚好你现在想要买车，预算又在这边的话，能省这个 SST 啊，就先给它省掉先。这个免 SST 省下2000多块哦，你可以把这个2000多块拿去买这个 Toyota Service Level， 因为我们每一次回去 service 的话都需要付钱嘛，有时200多块，有时300多块。但是如果你买了这个 package 呢，这个3年内或者
者5年内你回去 service， 你都不需要再还钱。哦，就是讲我买一个 service 的配套，对，然后回去 service 是不需要再给钱的。对，你只需要 make appointment， 而且这个是跟着系统的，所以你去到任何的 Toyota 分行都可以全满。全满。所以这个2000多块的费用是可以贷款的。是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 Easy Berlin Plan 嘛，Easy Berlin Plan 是under这个 Toyota 的一个贷款，然后它是更容易贷款，可以帮助一些可能比较年轻啊、刚刚踏入社会啊的人去申请。它是前3年会工期比较少，然后这个 Toyota Service Saver 也可以贷款进去这个 Easy Berlin Plan 里面。再来就是如果有订购这个 Toyota Service Saver 的这一项服务的话哦，还可以省好几百块是吧？对。OK， 总结完全部东西啊，我觉得 Toyota 在这一次的这个 Vios E 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给了很多很好的 features，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Toyota 的诚意啊 ，LED 的头灯啊，很好看的玻璃 kit 啊，有这个非常完善的 Toyota Safety Sense 系统，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服务的 plan 啊，Easy Berlin Plan 啊 ，Easy Berlin Plan，Service Saver 啊，这些东西哦，不只是产品好，连服务方面他们也照顾到很好。所以我觉得啊，这个E啊，已经是一个 game changer， 它就是来改变很多人以前对车、买车、购车的一些想法，就是你要这些很好的功能，你一定要买 full spec。对，现在已经不需要了。谁讲一定要买 full spec 才会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功能呢？现在买E的 Vios 就会有这些功能。所以这一节8万块马币左右的预算 ，Toyota Vios E-Spec is the best。好了，本期节目大概就先到这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读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是 Jasmine 小茉莉。还有 YouTube channel 的，你们懂吗？可以去跟他订阅一下，然后去看一下他的影片，300年 upload 一部的那一种。好了，今天就先这样子啦，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Goodbye。